大家好，我係 Tim Sir， 今次會帶大家到香港最西南面嘅分流，一次過帶你哋行齊13個最主要嘅景點，路線極之精彩，冇腳力行都睇下啦。睇之前記得撳着個鐘仔同訂閱喎。起點喺石壁，先會沿鳳凰徑第8段行去九嶺涌，跟住就係接二連三嘅景點。第一個景點盂蘭界碑，第二個景點九嶺涌觀景台，第三個景點係高海拔94米嘅九嶺。跟住沿分流郊遊徑行就係第4個景點，可以睇到最靚最清晰嘅分流自然景象。沿路落到第5個景點分流東灣，有好多好色彩繽紛嘅岩石㗎。第6個景點分流石筍，第7個景點係一張大石圓桌，名叫南層樓。第8個景點係法定古蹟分流炮台，第9個景點都係法定古蹟分流石圓環，而第10個景點亦都係全程最重要嘅景點之一，就係好靚嘅分流燈塔。跟住就係回程，先會經過渺無人煙嘅第11個景點分流西灣，然後接上鳳凰徑第7段，再轉落煎魚灣，去睇第12個景點雞翼角，係要大退潮先至睇到㗎。旁邊就係第13個景點象鼻岩，最後就繼續回程，經過二澳，去到大澳睇完日落先走。全程行齊所有景點係20公里，大約需時8小時。路線算係易行易跟嘅，景點都集中喺分流附近，難度唔算高，只係路線頗長。事不宜遲，起程啦！片尾有彩蛋，記得睇埋先走喎。呢條路線嘅 GPS 檔可以掃描依度下載。首先喺東涌乘搭大嶼山巴士11號或者23號到沙咀站落車，落車後隨即搭上左邊嘅梯級，起點有公廁，然後左轉入石屎路，揭開今次旅程嘅序幕。今次行程嘅全部景點都係集中喺中段分流嘅部分，其他景點係唔會特別去介紹。路線已經好長啦，怕設定太多嘅景點，大家入黑都未落到山喎。一開始係鳳凰徑第8段，標距處先會見到 L086。鳳凰徑第8段係好短嘅，只係4.8公里嘅啫。由石壁去到九嶺涌呢一小段就係啦。路牌指示係非常清晰嘅，前往分流石圓環就係約8公里。呢條路線係會刻意兜落九嶺涌行一轉，又會係多1.2公里。唔想行嘅可以到時直行略過，但個人係非常之建議去嘅。沿路標距柱約500米一個，全條路線嘅最後一條標距柱係 L056，而九嶺涌就係 L076。一路上仲有幾多路要行，大家就可以心裏有數啦。留意黃色嘅路牌就係鳳凰徑，方向係往九嶺涌。沿路都有其他官方路牌，係非常清晰㗎。接下嚟進入大浪灣引水道，越過車閘之後，
循唯一嘅石屎路行。引水道係極之寬闊嘅，如是者向前行多3.8公里，中途會經過九嶺涌營地、姜山郊遊徑嘅終點。當見到標距柱 L076，就嚟到九嶺涌啦。後方可見到九嶺涌營地嘅大牌坊，沿左邊嘅梯級行落去，呢一段係要返轉頭嘅，來回係1.2公里。九嶺涌嘅風景真係好唔錯㗎，即使行過無數次都會落去一轉，就當係點綴一下條比較沉悶嘅引水道都好。跟住路牌往觀景台同漁南界碑，右邊條路係去營地嘅。條路係好好行㗎，就好似大石古道咁樣。喺大涼亭嘅位置，先靠左行，順時針先到漁南界碑，反之逆時針就會先到九嶺涌觀景台。喜歡邊一邊行先都得，一樣嘅，難度冇唔同。路只得一條，就係沿山腰行過去。條路係比較窄嘅，但都係屬於官方山徑嚟㗎，只係因為周圍嘅地形問題，所以先至窄少少嘅啫。唔去漁南界碑嘅，其實可以直接喺大涼亭後方直上梯級，路程係可以縮減少少嘅。由大牌坊嘅入口計，行去漁南界碑大約係500米，唔使10分鐘就行到去第一個景點漁南界碑啦。漁南界碑唔太高，只跟一個人高度差唔多。係昔日各樣新界土地，包括大嶼山比英國嘅界線石碑，碑文有清晰嘅經緯度，清楚顯示咗當年新界租借土地嘅界線。跟住只要繼續順時針兜住山腰行，就可以去到九嶺涌觀景台。條路風景都幾好㗎，喺坊市盡頭嘅位置，靠右轉上一段崎嶇少少嘅山徑。山徑係有啲爛嘅，不過爛路只係好短嘅啫。轉眼就會接上一段木樁步道，步道嘅設計類似千島湖，部分嘅物理路徑都係用呢個形式修葺㗎。前方見到嘅大木樁就係第二個景點九嶺涌觀景台啦。由漁南界碑行過嚟，只係約300米。九嶺涌觀景台係一個圓形平台，中間放咗一條好特別嘅木樁，頂部有地區方向牌。除咗本港嘅分流、大鴉洲、石鼓洲、鳳凰山之外，仲罕有咁標示咗相隔32公里外嘅澳門，以及8公里外嘅萬山群島。所謂萬山群島，其實就係近珠江口嘅150個島嶼，當中包括萬山列島、支洲列島、三門列島等。
類似嘅地區方向牌喺柴灣嘅西灣山都有一個，地區更遠至9000幾公里外嘅倫敦、威靈頓等。呢度嘅風景真係好迷人，左邊可望到鳳凰山、大東山、白角，過少少有索罟群島。再過一啲就係支洲列島，最右手邊就係分流，可謂一望無際，海天一線。離開觀景台行前少少，就嚟到第3個景點九嶺涌嘅山頂九嶺。九嶺高海拔94米，有一條舊嘅已荒廢標高柱，旁邊有一張長木凳。坐喺度欣賞風景，真係一流㗎！九嶺涌嘅3個景點都已經睇完啦，風景係咪好靚呢？花多少少時間腳力過嚟行一轉，係絕對值得㗎。跟住沿路折返回九嶺涌營地嘅入口，繼續往分流嘅方向去。同樣係寬闊嘅引水道，如是者向前行約1.2公里，行到差唔多嘅時候，就留意一啲左邊嘅大型告示牌，跟住路牌指示左轉往分流。行到呢度，大約係行咗7公里，完成咗約全程嘅1/3。接下嚟嘅山徑唔再係石屎路，中段全部都係泥路山徑。除咗刻意去睇石景同燈塔嘅方徑，全部都屬於分流郊遊徑嚟㗎。途中仲會經過一條大溪流。跟住接上一條大石階梯，山徑都係好好行嘅，單分流郊遊徑嘅難度最多都只係2星嘅啫。分岔路口係有嘅，只要簡單咁跟住路牌行就得。分流郊遊徑係會繞住分流邊行，跟鳳凰徑唔同㗎。鳳凰徑係會掠過90成嘅分流景點，呢一點大家要注意啦。所以千萬唔好只跟住黃色嘅鳳凰徑指示牌，去到好多人經常行錯嘅分岔路口，會再重點提醒大家。暫時仲會見到鳳凰徑嘅標距柱，編號係 L073。分流郊遊徑係會先後經過分流東灣、分流石筍、分流炮台，終點係喺分流西灣。而南層樓、分流石圓環、分流燈塔都係唔喺分流郊遊徑路線上面㗎，大家行嘅時候要特別留意啦。唔知道大家聽過未呢？分流從來不易，這個你我早已知。但到入夜方發覺，曾笑說不介意。唔知道大家介唔介意行到入黑啦？分流已經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轉一個大彎就睇到㗎啦。無奈見到前方嘅半島就係分流，中間被一個山谷隔開咗，所以要兜一兜路繞過呢個小山谷。路線係唔需要走落山腳再行返上嚟㗎。
沿山腰係有一條好平坦、易走又有欄杆嘅路可以行㗎。就係標距柱 L072之後，就可以望到完美弧形嘅分流東灣，仿似一把大鐮刀，亦係第4個景點分流。分流嘅自然景象，泥黃嘅江水同碧藍嘅海水匯合，係要啲眼力去睇㗎。驟眼睇會以為係波浪，只要靜心去觀察，就可以睇得出個分別㗎啦。一邊行一邊欣賞分流嘅美景，路程行到呢度，大約係行咗8公里，仲有漫漫長路，唔好停留太耐，仲有9個景點等住你去睇啊！全程一共有13個景點，預計每一個景點停留10分鐘，合共就已經130分鐘，即係超過2個鐘㗎啦。所以真係要睇住時間啊！好啦，嚟到重要嘅分岔路口，直行係鳳凰徑，靠咗落先至係分流郊遊徑。路牌指示好清晰嘅，唔好行錯，係去分流炮台，唔好不斷死跟黃色嘅鳳凰徑行。好多行山人士都係咁樣行錯㗎，以為跟住黃色路牌嘅分流行就啱。冇錯，係會經過分流，仲會掠過所有分流景點添，所以真係唔好行錯啊！呢一小段係行落分流東灣嘅山徑，大約行5分鐘就會到，途中有平路，亦有小梯級。落到底就會見到分流郊遊徑嘅標距柱 C1601。嚟到第5個景點分流東灣。沙灘嘅左面有一堆形狀好特別嘅巨石，可以小休一陣，影一下相。影完相就向住沙灘嘅另一邊盡頭行過去啦。漫步穿過冇人嘅沙灘，分流東灣，全長約300米。一頭一尾都要行5分鐘㗎，長長嘅海岸線，彷彿係大嶼山嘅一片淨土。前方山頂見到嘅大石，就係下一個景點分流石筍。唔經唔覺行到沙灘嘅盡頭，細心咁喺右手邊揾一揾，就會揾到官方嘅路牌往分流炮台。路口係好唔明顯嘅，因為有一堆廢棄木材喺旁邊，仿如垃圾堆咁樣。不過只要一行入去，就會見到非常清晰嘅山徑㗎啦。先會走過一段平坦嘅泥路山徑。留意路牌往分流炮台，跟住行啦。記住有大路行大路，因為周圍都有好多疑似嘅荒徑。呢一小段係全程官方山徑草叢最密密嘅一段，未行過嘅真係會以為行錯路㗎。過咗之後，隨即接上大石階梯，一級一級慢慢上，唔難行嘅。
只係暗斜嘅啫。前面就係第6個景點分流石笋。喺呢個角度難以拍攝，唔使急嘅，可以走入裏邊先至影相。就喺分流石笋嘅後面有一個好明顯嘅分岔路口，靠咗行入去2步路就到。留意睇完之後係要返去呢個路口離開。喺呢度好輕鬆就行到去分流石笋旁邊啦。喺右手邊就可以揾到第7個景點南陳樓，即係好平坦嘅大石板位置。喺旁邊可以好輕易咁揾到條方徑行過去。路碑係明顯嘅，只係草叢茂密咗一啲。有行類似方徑經驗嘅，應該係冇難度嘅。只要朝向大石板嘅方向行就得。第7個景點南陳樓其實係一個大石窟，表面就似係一張大石圓桌。坊間傳聞南陳樓係日戰時期婦孺逃避日軍嘅避難所。風景真係好靚，記住睇住時間，唔好停留太耐啊！先沿路返回分流石笋，再返出去分岔路口，接回分流郊遊徑繼續行。見到標距柱 C1602 就證明冇行錯啦。接下嚟前往第8個景點分流炮台，只需向前行約200米就會到。景點真係好集中，一個接一個，完全冇悶場。一眨眼轉個彎就到啦。嚟到一個大分岔路口，左邊就係分流炮台嘅入口。分流炮台屬法定古蹟，又名雞翼角炮台、石笋炮台，位於分流半島海拔70米高地。一行入去就已經見到一道好高嘅石砌圍牆。分流炮台嘅入口係東門，呈方形，內裏係圓拱形，門框頂有撐眼，用嚟上撐關門。東門嘅正前方有通往南牆嘅階梯，可走到圍牆頂。炮台嘅面積唔少，有超過1萬平方尺。真係一個好大嘅要塞。參觀完炮台，返去入口。喺入口嘅另一邊，放有一個超大型嘅告示牌，記載咗分流炮台嘅歷史，仲有詳盡嘅中英對照翻譯。跟住前往下一個景點分流石園環，由分流炮台行去分流石園環，大約係450米。呢段繼續係好易行嘅平坦泥路，之後會逐漸咁往下走。途中會見到標距柱 C1603，喺附近開始會見到有電線桿，
條電線係接駁去燈塔㗎。喺幾年前，就連地線地圖都未有分流燈塔路線嘅時候，就係跟住電線桿行去分流燈塔㗎啦。嚟到下一個分叉路口，再次暫時離開分流郊遊徑一陣，轉咗落去石園環，彷彿向住分流嘅角落行出去，大約落120米就會到。留意第二個石園環嘅路牌，第一陣係要返嚟呢個位置去分流燈塔㗎。遠望落去，鐵絲網圍住嘅就係第9個景點分流石園環啦。分流石園環係香港一個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嘅遺跡，佢亦係法定古蹟，用途已難以稽考。考古學家估計係與宗教儀式有關。返回剛剛描述往分流燈塔嘅路口，路牌就係最明顯嘅記號，個路口係好明顯㗎。行入全程最難行嘅路段，條方徑雖然係窄一啲，但係路碑都係十分清晰嘅。喺疑似嘅分叉路口靠右行，總之就朝向電線桿嘅方向走。由於條路多年嚟都不斷有人行，尤其係湯大嶼，依家條路同普通方徑冇咩大分別。由路口行到分流燈塔，大概係350米，路程唔長嘅。只不過中段就有一啲崎嶇，尾段就有一啲朦朧咁啫。當中有一小段草叢係非常密密㗎，大約10米度啦。要打醒12分精神，路邊嘅尖刺植物非常多，要分內小心，彎低身慢慢向前走。過咗之後就易行好多㗎啦。跟最前段剛剛入嚟嘅時候冇咩大分別，但越走近燈塔，疑似嘅支路就特別多。咁樣點樣去識別正確路線呢？其實條路都行到嘅，只係快慢是否捷徑嘅問題。兜下兜下，遲早都會到。除咗有大路行大路之外，最緊要係不斷挨住電線桿行，朝向電線桿嘅方向行出去就得啦。轉多個彎就會順利去到第10個景點分流燈塔㗎啦。分流燈塔非常靚，同平時見到嘅燈塔好唔同。佢嘅圓頂有特別別緻嘅菱形花紋窗花設計，別具英倫風格。望出去嘅海景一望無際，非常之療癒，實在令人流連忘返。嚟到呢度，路程只係剛剛過咗一半，欣賞完風景就要盡快離開啦。先沿路折返去方徑嘅入口，再回到分流郊遊徑，返到最初落石園環嘅分叉路口，然後轉左，繼續沿郊遊徑直行，跟住係行去第11個景點分流西灣，距離呢度大約係450米。山徑同分流東灣嗰邊差唔多，都係正常嘅郊遊徑。
大部分都係較平坦嘅路，唔闊唔窄。部分係有如古道嘅大石山徑，當然都有泥路啦。之後就會循大石階梯慢慢咁落，但係亦有一啲係爛路嚟嘅。如是者緩坡咁一直慢慢咁落到底，落下落下，唔經唔覺就落到沙灘啦。嚟到第11個景點分流西灣，沙灘上渺無人煙，非常之恬靜，只聽到風聲、海浪聲，就冇其他聲音啦。漫步享受呢個非常罕有、無比寧靜嘅沙灘。去到中間士多嘅位置，分流郊遊徑就完結，隨即亦接上鳳凰徑第7段。唔想行沙灘嘅，可以行返入去鳳凰徑。去到沙灘嘅盡頭，會見到一個石涼亭，舊址係一個鄉村焚化爐，不過已被颱風所摧毀。而家仲可以見到頹垣敗瓦，紅磚散落滿地。行上右邊條斜路，即係分流2澳路。分流2澳路基本上都係一條石屎路嚟嘅，只係小部分係泥路山徑同大石古道。如是者，只一條路向前行約15分鐘。當行近岸邊，見到對面嘅島就係雞翼角，係香港最西面嘅小島。佢嘅對岸可以揾到象鼻岩。一路行，留意左邊可以落煎魚灣嘅路。其實有好多路都可以落到煎魚灣。早一啲出就要行石灘，難行少少；遲一啲出，行嘅就係沙灘，行起上嚟就輕鬆好多。總之，就揾一條你認為最合適嘅路行出煎魚灣。最易行嗰條路係有明顯泥路嘅，但係路口嘅絲帶就好唔顯眼。用肉眼望清楚左邊啦，係唔使穿林㗎。行啱咗就可以直落沙灘，唔使好似裙邊咁樣行石灘。向住沙灘嘅盡頭雞翼角嘅方向行過去。雞翼角喺超級大退潮嘅時候係可以登到㗎。佢唔係連島沙洲，一啲沙都冇㗎，露出嘅係海床。上中嘅海圖基準面約係0.7米，想登到嘅就看準大退潮啦，實際可登到嘅機會唔多。象鼻岩就冇依個限制，即使潮漲都係可以去㗎。喺盡頭嘅位置就可以見到迷你版嘅象鼻岩，當然同真正嘅象鼻岩大小有好大出入啦。但係都好神似㗎，就當係長毛象同小象仔嘅分別。裏裏外外玩到夠，就正式踏上歸途。
記住唔好玩太晚離開。秋冬一般5點半已天黑。回程仲有6公里嘅平路，唔想行到天黑就要預留時間啦。沿沙灘行返去，回到出煎魚灣嘅路口。路口係好明顯嘅。再次返回鳳凰徑，大約行1公里多就會去到二澳。往後全係鳳凰徑，只係一條大路，跟住黃色嘅鳳凰徑路牌行就得啦。大部分都係泥路山徑同大石古道。嚟到二澳，留意村民嘅黃色路牌，只要跟住行就得。二澳係一個小農村，途中會經過一片又一片嘅農田，沿住清晰嘅主徑行，唔好誤闖農地。村尾係一條大直路，行到盡頭就可以離開二澳。離開二澳村，嚟到一片紅樹林。標距處嘅位置係 L062，餘下約4公里嘅路程。沿路都係海邊，一條直路，有大路行大路，係唔會行錯㗎。應該大約1個鐘就可以行到出大澳。喺最後可以揾到標距處 L056。一路上只要留意標距處嘅進度，就可以知道大約仲有幾多路程啦。喺完結之前，都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先。分流嘅難度在於路線頗長，地方極之偏遠，途中冇撤退路線，補給亦唔一定有。大家要留意體力是否能夠足以應付全程，以及帶備足夠嘅水。通常嚟到大澳都已經係日落時分，走上大澳防波堤，慢慢睇住夕陽，回味一下開心愉快嘅旅程，跟住就搭車返屋企啦。夕陽醉了，落下醉了，飲水都掩飾不了。闖蕩的心，闖蕩的心被燃燒，唯願心底一個夢變真，交低美麗足印，拍下行山故事最動人。希望我嘅行山故事真係嚟到讓大家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啦！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！揾行山路線記得嚟添 hiking.com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